各位弟兄姊妹，新春平安！很高兴今天早上能够在这里和各位一同来敬拜神。这一次我在台北的合一堂，到新营的合一堂，今天能够到中立的合一堂来，能够看到这里的事工，看到各位弟兄姊妹，心里非常的高兴。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各位晓得创世纪第一章是整本圣经的序言，也就是整个旧约新约第一章所记载的是整本圣经的序言。我们要了解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我们一定要先了解创世纪第一章，因为在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创造论，告诉我们救恩论，告诉我们基督教的世界观，也就是说基督教到底讲到世界从哪里来，依靠如何生存，将来要往哪里去整个如果我们当中有慕道友，你要了解整个基督教的所谓中心信息，事实上创世纪第一章是最重要的。我们了解了创世纪第一章，才能够了解整个旧约圣经，才能够了解新约里面的耶稣的救恩，才能够了解新约书信里面保罗为何会讲到救恩，讲到信仰，讲到新造的人，讲到我们如何因信称义，然后启示录讲到将来世界的会如何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可以了解整本的圣经。因此我们今天在新春的时候正好是新春，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也来了解上帝所做的新造的工作。当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当这里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在这里让我们首先知道说是谁是谁做了什么，然后他如何来做谁做什么如何来做。那英文很简单的三个字，一个是 who， 一个是 what， 一个是 how。who 是讲到说上帝起初是讲到说上帝他从起初来做创造的工作。那在这里各位就注意到基督教跟所有的宗教跟所有的思想的不同的地方在于基督教没有证明上帝的存在。如果有人问说你向我证明上帝的存在，我就信他我愿意信。但是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证明上帝的存在，你无法从圣经中去证明上帝的存在。圣经是宣告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是上帝从起初来创造天地。因此天地从哪里来呢？这世界从哪里来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是上帝创造了天地。那他显然上帝是在时间之前，在所有的空间之前，在所有人的观念里面的任何的地方地点时间之前，也就是说还没有时间的观念，还没有地点的观念，还没有所谓坐标南北的观念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存在。那么上帝是一个永恒的存在者，他无法证明他。我们有限的存在者无法证明永恒的存在者。我们是一个有时间空间的人，比如说我们活100岁，那么最多150岁吧现在的人那么你就过去了。但是上帝是无限的永恒的，因此我们这些有限的不可能证明无限者，必须是无限者来告诉我们说，在还没有人类，在还没有世界，在还没有地球，还没有太阳，还没有月亮之前，它已经存在。那么起初上帝就设立了一个起初，然后呢他创造了地球创造了人类，我们人才存在，我们才在这里读书，然后我们才会用我们的理性来思想说上帝存在吗？上帝可以证明吗？我怎么知道上帝的存在呢？其实圣经这里已经早就告诉我们，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上帝就是那一位创始者，就是那一位创造者。他从起初，从在还没有人以前，他就已经设立了一个时间，从那个时间开始，那就有了时间，有了空间，有了地球。所以呢，不是像我们在课本里面所讲的说是生物自然碰撞，然后呢就随机的就进化而来而产生这样的世界不是两个原生的物质然后碰撞起来就成为一个细胞，细胞渐渐再分裂，然后就成为一个复杂的细胞，然后再
初级的原生质变成初等的生物，再成高级的生物，再成高级的动物，然后才进化成为人类。这是一般所谓教科书所讲的，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一开始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上帝从起初，他是起初然后创造天地。那因为他创造天地，因为他是一个创造者，而且这个创造者是有智慧有理性的创造者，因此他的创造一定是有规律的，就是他的创造一定是有规律的，不会是随机发生的。有人说如果你把26个英文字母放在一起，过了几千年几万年以后，它是自然的被进化成为莎士比亚的诗。各位想想看，可能吗？莎士比亚的诗是非常严谨的，是非常浪漫的，非常优美的，那它这些字母就自然的就会碰撞在一起，然后就成为一首诗了，可能是这样吗？在我们中文的这些字随便把它放在一起，就变成李白的诗说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还有押韵，还有景物的感觉，还有众生的感觉，可能是这样吗？不可能的。因此一定是一个智慧的创造者，他按照智慧的规律来创造这个世界。那创世纪1章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就是来告诉我们说是谁创造天地，他怎么来创造这个天地。虽然圣经不是一本科学教科书，圣经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学习宇宙创造的历史，或者是生物的演变的历史，但是圣经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认识是谁最重要是谁。人以为自己可以了解宇宙的进化的过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人不可能了解，必须相信接受这一位创造者。而这位创造者他是怎么来创造的呢？在圣经里面这里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创造呢是使空虚混沌的情况。他说在还没有地球以前那如果我们能够回到当初还没有被地球没有被造以前的情况的时候，如果我们在印象中当初写创世纪的摩西一定是在印象中上帝让他看到说地球还没有创造以前是空虚混沌的。空虚就是说是没有东西的空无一物，无中的，无中生有的，是无然后开始才产生有的东西。然后呢混沌的话就表示说混乱的就水地什么都混杂在一起，没有办法分辨，没有办法了解，是一片空虚混沌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上帝让这种情况，所谓创造的意思就是在无中生有，在无序中产生次序，所以呢是分开和充满。创世纪1章告诉我们上帝如何创造。他虽然没有讲到说好我们的今天的大峡谷如何形成，今天的玉山怎么会成为这么高的一个山，或者为什么日月潭会成为一个湖水，为什么会有海洋，什么这些细节圣经不再讲这些细节，但是圣经却让人要明白说这个创造者是谁，这个创造的原则是什么。那创造的原则在创世纪1章就告诉我们说，空虚混沌的情况变成分开和充满的情况。混沌需要分开，空虚需要充满。就是当时整个地球在还没有被造以前是那样的一种状况底下的时候，上帝使得它分开而且充满。好，请各位记得这两个词，分开充满。各位跟我读一次好不好？来，分开充满。好，创世纪讲到地球的创造，讲到人的创造的时候，各位记得分开和充满这两件事情。然后你在读整个旧约圣经，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分开充满这两个主题不断的在圣经中出现，因为这就是上帝创造的目的。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创造地球，创造人类的目的就是要分开和充满，分开和充满。我们再读一次来，分开充满。好，各位记得这两个词以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创世纪1章首先这里讲到第一天创造的时候是说要有光，对不对？要有光，各位刚刚都记得要有光。然后呢使光暗分开，因为在没有光暗分开之前，各位看到的是什么？暗嘛，对不对？就是黑暗，渊面黑暗，就是黑暗好像有水，是一团的水在那里，然后呢是非常黑暗的，看不清楚的，因此有光来，那么就是光跟暗可以分开的。好，这是第一天的创造。
第二天呢，他说要有水，要有水，而且把空气上下的水分开。那么显然当时整个地球是在整个被水所包围的情况底下，那上帝让水出现，水出现的时候分为空气之上的水跟空气之下的水。空气之上的水，好，那么空气之下的水就是我们今天会降雨的，是在空气的底下，所以会降雨，会下雪，好，这是有地球上有水分，这是空气之下，那空气之上还有水，好，这是第二个，把空气上下分，各位看到这里再重复再出现分开，好，空气上下的水分开，这是第二天。第三天他说地跟海来分开，第三天主要是创造地。那创造地是因为本来都是水所覆盖的，现在把水推出去了，海水推出去了，旱地跟海就分开了，因此就有所谓海有陆地，那这是以陆地为主，因为本来就是通通是水嘛。那既然是水有了土地，所以第三天重点是在地。好，我们很快温习一下，第一天是什么？光。第二天是什么？水。第三天地。好，光、水、地。好，这是3天。那么地就开始长出草啊、菜啊、树啊就开始出来，因为地跟海分开了，地有水分了，有水分植物自然就会开始生长出来。那各位注意到哈，上帝这边讲说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各位会问说那时候太阳出来了吗？那时候月亮出来了吗？还没有嘛，对不对？还没有。那既然月亮、太阳还没有出来，你怎么知道这是第二天呢？我们这边说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是因为太阳出来了，然后到下山了，就成了一天嘛，是不是？那既然还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当然就不会有月亮，因为月亮是太阳的光照过去才会有月亮。那么既然没有太阳，怎么会有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呢？那各位显然就知道，这里讲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指的是象征性的意思，就代表说这是一个进展的过程。这创造是一个有进展性的，先有光，然后再来第二天是什么？水，第三天地，光、水、地，这是一个一步一步的一个进展。这个进展代表说，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上帝，是一个有旨意的上帝，就是上帝有旨意，上帝有智慧，上帝有计划，他有计划、有旨意、有智慧的来创造这一个天地万物。当然就接着到我们底下所要看到的人，上帝创造都有他的旨意，有他的智慧，有他的计划，不是随随便便就出来了，不突然碰撞会出来的，突然就自然而然就出来了，自然而然就出来了。这是现在很多人的观念，叫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就是说，这地球怎么来的我们不知道，这光怎么会有的不知道，地怎么会有的不知道，它就自然就是这样。反正你看见它的时候，你知道有它的时候，它就是这样，这叫自然主义。但圣经不是自然主义，圣经是有神论的，圣经是有创造论的，是相信说上帝是一个有智慧的、有旨意的、有计划的，而且他有次序的。你看到他先有光，光才会有一切的能源，然后才来开始水，水就是空气上下的水分开，然后再来有地，那地必须要有光有水才能够生存。你看这是一个按次序的、有次序、有计划、有智慧的一个创造的过程。好，接下来到了第4天就出现了光体。光体呢，各位看刚刚所读的圣经知道说这是指太阳跟月亮。那我们讲过，太阳是对地球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地球是绕着太阳在转的嘛，地球会自转，而且它是太阳系里面的一个行星，所以地球在转动，那是对着太阳来决定一天，决定1年。好，所以这是光是有了光体，就开始有了太阳，有了月亮。好，有了太阳，有了月亮，就可以定节日，意思说像我们今天过春节，就是因为春天的开始，有中秋节，就是秋天的，那就表示说这是有了节令，有了日子，有了年岁。有了日子的话，知道说第1天、第2天、第3天；有了年岁的话，第1年、第2年、第3年。像今年是2014年，这是从耶稣降生以后到现在2014年，那我们才能够定出日子来。因此第4天才出现太阳跟月亮。各位注意到第1天是讲什么？光。第4天光体，就是在光当中有了月亮跟太阳。那么请问天空中只有月亮跟太阳吗？还有无数的行星、银河系，还有无数
是的比银河系还大的这些星球，但是这里着重的是讲跟地球有关的，所以这里就讲到跟地球有关的月亮跟太阳。好，各位记得第4天是跟光有关，第1天是光，第4天也是光体啊。好，第5天水，他是讲说要有水中的鱼，要有水上的鸟，水中的鱼，水上的鸟。第2天是水，第5天就是水中水上的鱼跟水上的鸟，那就是把以水为原则哈，以海水、河水、湖水为原则的水上跟水下的东西开始充满起来，开始有了。好，第6天的话叫地上，第6天地上，地上的话开始有牲畜，有昆虫，有兽类啊，有兽类，然后有人，就开始有人啊。到第6天最后的时候，也是最高潮、最重要的创造，就是创造了人。各位注意到，先有光，然后有水，然后有地，有了地以后，才有牲畜，有虫，有兽类，有草，有植物，有树木。好，这一些都预备好了，这些条件都准备好了，然后就开始有人就被创造起来啊！我想各位都知道，我们庄志杰传道这几天刚刚得了新 baby， 对不对？那他的 baby 还没有出生以前，你看他们做父母亲的一定要把床预备好，对不对？把尿布预备好，把衣服预备好，一定要预备好了，然后呢，迎接着等待着这个孩子出生，这人是最重要的。那么衣服床尿布或者是其他这些东西，这些都是预备着迎接人的降生。同样的也是一样，同样的上帝把这些都预备好了，然后最后才把人创造出来。人创造的时候是根据什么来创造呢？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他说我们要按你的形象来造人。那大家会问那什么叫做上帝的形象？是说我们的眼的子我们的身体像上帝一样吗？那上帝是有脸、有鼻子、有耳朵、有头发他的身高到底多少呢？他的脸是方的还是圆的呢？这里讲到上帝的形象不在于外貌，其实各位讲的这里知道不是外貌，而是有上帝的性情，有上帝的生命，有上帝的灵有上帝的灵。所以他第2章就讲到说，他吹一口气在亚当里面，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那人按上帝的形象造的，意思就是说人是有上帝的生命在他里面，因为有上帝的生命，因此就有上帝的性情，有上帝的特质有上帝的气质。上帝有创造，上帝是一个有智慧的，上帝是仁爱的，是公义的，是光，他是爱，他是灵。因此我们是上帝所造的，因此我们有上帝所赋予人的生命，有上帝所给我们的尊严，有上帝给我们的所谓人权，有上帝的爱，有上帝的公义，有上帝的智慧是在我们里面的。上帝造天地万物的时候非常的奇妙你看有绿色的植物，然后呢有黄色的土地，然后有蓝色的天空天空太阳照在水面上，使天空的云又变成蓝色的这个上帝所造的世界是一个五彩缤纷的，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世界。因此我们人有上帝的形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上帝为什么造这些宇宙万物呢？因为他造了这些万物以后，人有上帝的形象来管理，要治理上帝所造的这些宇宙万物。而且上帝造人的时候是造男又造女同时造了男又造女，要让男女呢本来是不同的性别，但是又可以成为一体，不同的性别又可以成为一体。所以这是上帝创造的奇妙。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是要让人拥有他的生命，让人有使命来管理他所造的宇宙万物，同时让人有一个合一，能够使男女能够合一在一起，成为一体男女配搭，男女合一成为一体。好，我们了解这个以后，各位就知道，如果有2个男的要一起结婚，2个女的要一起结婚，各位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不合大自然的，这是不合上帝所造的创造的规律。因为上帝造男
造你，然后才说让男女人要离开父母妻子结合，男女两个人要成为一体。所以当初上帝创造的时候，他的规律是这样的，他让花草树木的规律是这样的，他让植物动物它生长的规律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要去转基因，要去改造它，那当然都会增加一些收获，但是其实都在破坏自然律我相信各位可以理解，上帝创造的时候，他有一个自然的规律，他让这自然的规律在运行，同时要人来管理来使用这个自然的规律。这是上帝第6天的创造，也可以说最高最重要的创造，就是在人创造了人。那如果我们来看的话，来看刚刚所看的第1天到第6天的话，各位就可以看到第1天讲的是光，把光暗分开，第4天就有了光体，节令、日子、年岁。好，第2天刚刚讲说第2天主要是讲什么？水。好，第2天讲水。那第5天就讲到水中水上的东西，有水的时候是空气上下的水分开。第5天呢，就水中水上的鱼水中的鱼、水上的鸟出现了。你看到这是一个是分开，一个是第4、第5天是开始充满分开充满，分开充满。第1天跟第4天是相对的，第2天跟第5天是充满的，第5天是充满第2天所讲的。好，第3天是讲地，对不对？好，那么第3天是旱地跟海分开，然后呢，第6天就是畜、虫、兽跟人人分开就人就被充满在地上。各位看到第1天跟第4天相对，第2天跟第5天相对，第3天跟第6天相对，这是平行的。事实上上帝创造用3天创造，然后第4天去充满它，第5天去充满水，第6天去充满地就好像我们盖房子先把模型盖出来，先把骨架盖出来，然后1楼、2楼、3楼我们就把它充满那我想各位合一堂在这边有了这个房子以后，我们先得到的大概是一个空的房子吧，大概是这样然后今天要充满它，对不对？要充满椅子，要有讲台，然后要有桌子，要有活动的地方，这个房子才是一个房子。否则这个房子放来这边就养蚊子，对不对？那既然有了这个地方以后，是充满它，有了架构，然后充满它，有内外的分开内外分开，让儿童可以在那边，让成人可以在这边，这是分开以后，这里就要充满。我们今天有人在这里充满它，我们有这些设备在这里，然后就使得这个房间就成为一个有用的、有效的、有价值的房间。好，上帝所造的创造的工作就是如此。第1天是光，第2天是水，第3天是地，第4天就是光的具体的光体跟地球有关的光体。第5天就是跟水有关的水中水上的鸟和鱼第6天第3天就是地，第6天就是地上相关的畜、虫、兽跟人。好，那各位这样一看的话，就很清楚的知道说，上帝他的创造，我们前面讲过，他是有次序的，他是有智慧的，他是有规则的，他是渐进的在创造因此为什么进化论他说哇有什么植物有什么动物是几千几万年，那他们是根据一个假定说会渐渐进化而来。事实上上帝的创造确实是有一个进展性的它不是突然一下全部都造，一天之间就全部造好，它显然是有一个计划性的在创造光、水、地，然后在地里面渐渐的充满。那我们这些科学家发现的就是上帝渐渐充满的过程当中的一部分，但是他假设说没有上帝，完全是自然进化，完全是自然通创的，这个前提是错的。但是科学家的发现有一部分他确实是发现到有一个进展性，确实有进展性进展性的部分是对的，科学家这个发现是对的。因为在座我们当中，如果你有做生物或者是物理化学的研究的话，你的研究不是错的，但是前提要注意到，前提是一个有智慧的创造者，他设计的这个进展的过程，它使得开始比较是架构性的，渐渐成为充满性的，渐渐成为复杂性的，渐渐成为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这样的进展。
因此，科学跟信仰不应该有冲突如果科学研究者知道说有一个创造者，这创造者他的创造是有秩序的，是有智慧的，是有规律的，我们可以从事科学，同时又敬拜神，同时又敬畏神，而且我们又知道我们科学的研究是为了发现上帝创造的奇妙。这就是牛顿在他的书里面他就讲了，牛顿我想是公认的数学家、物理学家他会写他数学原理的这一本书他写数学原理，各位到网络上可以去查到的他写的数学原理这本书的时候，他就讲了，他说我所研究的这些就是在发现上帝创造的奇妙。我作为科学家，我才发现说原来上帝创造是这么样的奇妙。而我所有的科学发现好像一个小孩子在海边捡到一个贝壳一样，他从这个贝壳里面我知道说一定还有无数的贝壳是还需要再发现的，但是我能够发现这一些已经足以证明上帝的创造。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应该很谦卑，因为他知道说我所有的发现只是上帝无穷无尽的创造当中的一部分，我能够发现这一个部分，我用这一部分来说明，不是在证明是来说明，来见证上帝的创造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种态度就当我们看到这宇宙创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原来一位智慧的创造者，他按着次序，他使空虚变成充满，他使混沌变成有次序，变成分开原来上帝是在做这样创造的工作。他造物质性的世界的时候是如此，同样的上帝在我们的心灵世界里面也同样做这样的工作。在创造里面，上帝使没有次序成为有次序，使空虚能够得到充满。同样的，我们的心灵世界当中，上帝也同样做这样创造性的工作。上帝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什么叫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就是从空虚当中能够得到充满，从混乱当中能够分辨。他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也是从还没有信主以前的空虚混沌，变成信主以后的分辨和充满。很多人很不服气，他说我没有信耶稣，我去空虚混沌吗？我活得很充实我活得很好我有车子开，我有房子住，你怎么说我空虚混沌呢？我有时候去看电影，有时候去听音乐，我心灵很充实的，我为什么你还说我空虚混沌呢？难道所有信耶稣的人都不空虚都不混沌，只有我们这些没有信人就空虚混沌吗？那如果你认识了上帝以后，你就会发现说我在还没有信主以前，当然我拥有许多东西我拥有艺术、文学，或者我有科学的研究我有很多的电影，或者我有很多网络的资料，或者我有很多知识的追寻，我有参与一些弱势群体的关怀，我也活得很充实，我也很有爱心。当然我们还是过着一个是很好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人，或者我们成为一个很坚强的人，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我的很多以前的同学，或者我认识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真的是是一个好人，而且也是很有知识的人，也是一个很有人道主义的人很多是这样的。当我在同学会里面跟我以前的同学见面的时候，他们虽然没有信主，那他们大部分我的那些同学虽然大部分都是大学教授、系主任、院长，甚至是有大学校长，有一位做过教育部部长就是说他们都是很有知识、很有道德的人但是你说他空虚混沌吗？我们现在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从上帝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一个人如果不认识上帝，当然他有自己认为充满的，有自己认为他可以分辨是非的，但是从上帝无限的智慧，从上帝绝对的圣洁，从上帝的眼中来看的话，我们不认识神，如果没有让神来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会自以为我们非常聪明，非常有自信，我们觉得我们非常的可以自满自足。但是在神的眼中，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就像是在空虚混沌中一样。在空虚混沌中当然还是有一些亮光不是说完全都没有亮光，它有一些亮光来点燃这个黑暗的世界。但是这些亮光如果太阳出来了，上帝造的光，上帝造的太阳，上帝造的月亮，它让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的内心世界的时候，我们会承认说原来我信了神以后，我才能够分辨和充满。也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光，什么是暗。
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开始有次序、有合一、有使命。上帝造男造女，但是又让男女成为一体，成为合一。上帝造不同的动物、植物，那这些动物、植物彼此都息息相关。上帝他创造是有次序的，因此他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的生命的光景是有次序的，不是在混乱中，不是在无穷无尽的追求当中，而且有使命。他派我们管理、治理他所造的宇宙万物。这是圣经讲到说，上帝创造的目的是如此。上帝的创造就是让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光，什么是暗。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些留学生到美国的留学生在一起的时候，那他们说他们说我们都很穷因为我们都非常穷，所以呢能省则省能省则省。那他怎么省呢？就是说比如说他们坐公车的时候不是要有那种学生票嘛，学生一个证件，那上面是要贴照片的，那时候是要贴照片的那么如果有人毕业了，他就把那个学生证呢就给下一个学弟然后把照片换过来，就这样的话，他还没有用完嘛，可能他只剩下10块钱美金，或者是那15块美金，他就可以继续再用哇，能省则省，就是说10块也要省，15块也要省。当时我们都说他们都说那些美国学生根本不懂得这样做，太笨了，他们笨得不得了我们中国学生很聪明，我们懂得把照片换过来，然后这明明是别人的名字，用我的照片，然后可以继续使用当时觉得很得意，但是后来他们说我信了主以后，我就不再做这件事情了，不再这样做了虽然大家永远不会发现，但是我不做这样的事，因为我有光跟暗，意思说这是黑暗的钱，虽然说只是一点点钱嘛，是算着什么，但是他觉得这是光跟暗的分别，我不去做这种暧昧的事，不做这种暧昧的事那我们海外校园杂志有一个叫做晋升特刊那其中有一篇文章叫一张车票。那这个作者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也是一个留学生。那他住在他们的学校是在类似所谓一环，各位晓得一环就是市中心叫一环，然后在外面叫2环，然后叫3环那么他住的地方呢如果是按他住的地方到学校去的话，他车票的钱应该是1块2毛5分，1块2毛5，就是是加拿大币的1块2毛5。但是呢，他住的地方呢算4环嘛。那如果从3环坐的话，就只要1块钱。他从4环，他住的地方离3环其实只差一条街那如果他走一条街就进入3环，他就可以用1块钱就可以到学校嘛，就可以做1块钱的车票。但是他冬天的时候很冷实在是冷，走一条街都很冷。特别加拿大各位知道那是冰天雪地的地方所以呢走一条街也很冷，所以呢他不想走那一条街，那么他就从住的地方就开始做。那按理说他应该付的钱是1块钱1块2毛5，但是他就付1块钱，他可能一条街一下就到了，到的话我就公然的就进入到1块钱的范围内了所以他就省这1块就25分嘛，就叫25分钱。他写这篇文章他就写说当我信了主以后我就觉得我明明应该付1块2毛5，我却只付1块钱那虽然2毛5很少了，但是对留学生来说2毛5也是钱也是钱，特别在很穷的时候真的是2毛5也是钱。那他说我如果想要省这2毛5，我应该走一条街，如果我不想走这条街，我应该付1块2毛5。他说这是他信主以后的一个感动虽然他说写来写去，你看写了将近2-3千字，就是为了2毛5的一个车票但是对他来说2毛5不是钱的问题，是一个原则的问题，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也就是说我应该守法，那既然定了这个规则，我就宁可走一条街来做1块钱，不应该为了省这2毛5分钱而破坏了这个规矩，破坏了这个法律这所谓光暗，那各位晓得连这个都要分辨的话，那当然还有更多要分辨的到底我们的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男女的关系，或者我们在社会上工作，或者是遇到所谓贿赂或者是说谎这些问题，
那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光暗的话，我们生命中有光暗的话，以前觉得很得意的，以前认为理所当然的，以前认为说大家都这样做，我也跟着这样做，没有什么关系的，那我们就不这样做哈。像有时候过马路也是一样哈，过马路我常常注意到有一些人，反正前面是红灯，但是没有车就过去了吧。有时候我不知不觉跟着人家过去了，因为其他大家都过了，我也跟着过，然后过一半才发现原来还是红灯，我虽然就跟着大家就过了啊。那既然有了红绿灯，红绿灯的目的是为了要有一个秩序，对不对我应该就等到绿灯才过，虽然我很急，心里很急急，有时候是里面很急，但是还是我应该绿灯才过街。这是很小的事儿，也没有警察在旁边，也没有人会罚我的钱，但是我应该遵守这个原则。我觉得这是所谓分辨光暗分辨光暗。我刚刚讲这些都是算是很小的事情，但人生中还有很多重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光暗分开了，那我们就什么是光，什么是暗，我们就按照这上帝给我们的光照跟启示，我们来看这是一个原则。那我们生活中要有秩序，彼此之间合一。虽然往往我们在中立这个教会，我们人数是非常的多，但是我相信意见应该很多因为不同的就一定有不同的意见。那至于比如说我们这个灯要开几个灯或者是我们的椅子要买这个棕色的还是要买黄色的呢，这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这些还是很小的事儿。那有一些原则性的，有一些是做法性的，有一些是策略性的，我们彼此都会不同。但是我们记得合一这个原则的时候，我愿意放下我这些小小的不同，这些不同在我看来很重要，但是在合一的原则中不重要的时候，我就愿意放下我的意见，为了要得到合一。如果不是牵涉到光暗的问题，如果不是牵涉到对错或者是罪恶的问题的话，我们尽可能的学习彼此合一，不要因为小事变成大事，大事变成不可收拾的事情这是合一就是上帝让我们学习合一。夫妻之间一定有不同，因为男人是从木星来的，女人是从水星来的，不是有一本书这样讲吗？那么意思就是说，男女本来在性格上、身体结构上，或者是有一些想法上会有不同，但是夫妻之间学习合一，夫妻之间学习彼此包容有时候会有意见，有时候稍微会生气，但是不要让生气太久，不要到日落，意思是说不要含怒，不要影响到你的关系，学习彼此合一。那这是神创造的原则，而且要知道说，上帝创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管理他所造的宇宙万物。那既然目的是管理我们就要好好去管理它。上帝把地球给我们，把河水给我们，把干净的湖水给我们，就不要去污染它，不要为了自然，为了要发展破坏了污染了大自然。我们在座各位有哪一位看过最近这个纪录片叫《看见台湾》？有没有哪一位看？看的人太少了，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去看好，那我在台湾的时间很短，我还是特别抽空去看因为我看了预告片，以后觉得哇，这部片一定是很好，我还不知道会有多好，因为预告片只点一点嘛，它不全部所以我特别还跑到电影院里面去看那我刚看见台湾的时候，我觉得这一位叫齐柏林他用空拍的方式来看台湾的山、台湾的水、台湾的树、台湾的河、台湾的海我从来不知道台湾这么漂亮，因为我们都是只是在平地上看嘛，最多跑到一个高山上去看，从来没有从空中好好的看过台湾。因为台湾是这么美的一个地方，但是台湾也是被污染、被破坏的非常厉害的地方。为了造观光的旅馆，为了要种槟榔树，为了要种茶叶树，那么就把山上的本来应该长树木的地方破坏掉了。那么因此就会这么多水灾，为什么天气会这么古怪？那这都是有关系的。台湾其实还是小 case 而已，你到中国大陆如果到巴西那些去看的话，那更可怕的破坏。那在这里，几乎我们对于地球的环境，对于水，对于拥有的树木，对于我们能够掌握的，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节省，要保护，要去做好。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时间，我们拥有的金钱，我们在座各位都有才干，那我们这些才干也是一样我们要好好的管理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些资源、能源，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恩赐，
这些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我们有这样的使命感的时候，才知道我是被造的，上帝造我，天生我材必有用，因此我们应该尽我们能够所做的来被上帝所使用。我们有的人可能我们有的人可能做的事很少，有的人可能可以做很大的事，有的人可能决定的事情就决定家里，有的人可以决定整个学校，甚至整个社会的决定的话，那我们好好的尽我们当尽的使命，这是上帝创造的目的哈。我们了解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我们就开始分辨我们的人生，分辨我们的时间。我们知道光阴事件，因此我们要爱惜光阴。好，我们来看一个短短的一个小小影片给各位一些比较深刻的印象哈。就是我们学习来分辨我们怎么来看我们的人生。再一次，所以只有30秒钟。好，这30秒它表达的是什么？人从生下来，然后呢到变成儿童，然后再来成年人，开始就结婚了，然后就生小孩了，然后就工作了，然后就老了，然后就病了，就死了。人生你看很快的，真的30秒一下把整个人生的过程全部都演出来，真的是如此各位想想看，现在是2014年了，各位想想看，10年前的时候，20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想说等我将来长大了，现在不知不觉你看我们都要做爸爸了，像我是做外公了，做外婆了我们已经开始老了。以前我在想说我长大以后不要像他这样，我现在就变成以前我不要像他那样的人，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其实我们有分辨的能力，知道说不要以为我还有无穷的日子可以挥霍，我还有大把的青春我可以去浪费我们要晓得光阴事件，爱惜光阴，尽我们所能够做的同时所谓人本主义的局限人本主义就是说以为人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决定自己的命运，人可以让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前途，用我的理性来分辨，来决定，来做任何的一些事情。我的喜怒哀乐是我自己可以掌控，这叫人本主义。那人本主义当然在哲学上或者在神学上也代表以理性，以人自己的一种过度的高度的自信，认为人可以来认识上帝，人可以认识宇宙的真理，人可以来掌握一切人类的发展的前途。我还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那是40几年前，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上一个课叫文化学那时候还没有电脑，那我上大学是1965年了，就像1965年是差不多50年前了是不是差不多好，1965年的时候，那时候呢还没有电脑出现，但是那时候我很记得我们那个老师已经讲，他说将来人的脑细胞可以完全被控制，这个可以完全掌握那将来人，比如说你要决定你要做哪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借着，他当然没有讲电脑这个词，但是他说你可以借着对脑细胞的了解，你可以决定这个人要去做哪一件事情，然后他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要怎么样去做。他说我们完全可以掌控。当然现在电脑出现了，确实可以做到相当大的程度这叫人本主义。人本主义意思就是说以人为本，没有上帝，以人为本，人来决定命运，人决定自己的前途，人决定工业的发展，人决定一切的动态甚至人可以决定要生什么样的孩子，要让他可以在热的地方可以生存，那么他的基因里面就可以抗热。让他在北极工作的话，让他的基因就可以不怕冷
让它可以跑得很快的话，让它基因里面就有像那个马那样的基因，可以让它可以跑得很快。意思就是说，人可以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啊。那这是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呢，就当初在文艺复兴，就是12世纪、13世纪、14世纪的文艺复兴的时候，那时候是从那时候开始，认为人可以掌握自己。所以最有名的一幅代表的画叫达文西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各位都知道哈。那这一幅画现在是在巴黎的罗浮宫。各位如果到巴黎去参观的话，那到罗浮宫就会看到这个蒙娜丽莎的微笑。不过因为怕有人去把它破坏了，所以呢就用玻璃把它罩起来哈。好，那这蒙娜丽莎的微笑，很多人在分析说，到底蒙娜丽莎微笑在表达什么呢？如果各位晓得，这是文艺复兴时期，是达文西啊，达文西他是对人体的结构做剖析的。以前还没有外科手术的时候，他已经把所谓肌肉、骨骼神经系统，他全部都解剖出来的哈。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科学家，又是一个艺术家，又是一个文学家。那达文西画这蒙娜丽莎微笑的时候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其实最合理的解释呢是，蒙娜丽莎她是一个女性很明显的是一个女性她脸上带着微笑。这微笑呢不是开怀大笑，也不是在哭泣的那种苦笑，不是，而是她带着一种淡淡的自信的微笑因为这是文艺复兴时期，是达文西的一个思想的一个投射。他带着这个自信的微笑，怎么知道呢？因为蒙娜丽莎是摆在镜子前面的，就好像我们照相的时候，把人在前面，背景在后面。那它的背景是什么？你看它的背景是田野，是田野的一个风光，是代表一个女性为什么跑到田野来，然后手上放在这边，又不是在工作，对不对？她不是在劳动工作吧？她好像在那里看风景，或好像在那里在跟什么人讲话一样。她淡淡的微笑，她手放在她的前面，神态很悠闲。她代表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就是包括女性对自己有极大的自信，可以掌握整个世界的那一种自信心。这是最合宜的解释了，就说对蒙娜丽莎的微笑的解释，一般来说，如果根据达文西根据这个背景的话，可以这样来做解释，代表人充满了自信，人充满了乐观整个世界都在我的掌握当中这是一种似有似无，但是又是一个很明显的一种自信心。但是如果我们认识了福音，认识真理，认识到从上帝的角度，从光暗的角度来认识到人间的真相，认识到人心的诡诈，认识到世界上的多变以后，我相信蒙娜丽莎的微笑可以画成不同的样子她如果头发剪短了，不是像前面这个披肩长发有女性的妩媚又带着自信的那种样子，她如果把头发剪短了，这气质好像完全不一样，他就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了。好，再来，如果他在我们台湾读大学的话，他读那么多书，然后要考那么多试，他眼睛变成近视眼了。好，那蒙娜丽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他的微笑还有吗？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好，万一蒙娜丽莎变胖了怎么办？他可能变胖的嘛，对不对？好，有可能嘛。好。那如果是今天的话，那他拿着手机，然后呢看着手机，他的微笑还是原来那个微笑吗？他现在的微笑可能是看到里面一个短讯，或者看到一个什么笑话的微笑他的气质可能完全不一样。那这个是好玩的意思就是说，所谓人本主义，人可以掌控自己吗？人可以完全的掌控自己，你可以掌控自己的体重，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可以掌控自己的思想，可以掌控你周围的人，可以掌控你的家人，可以掌控你的孩子，可以掌控你的父母亲，或者可以掌控你的部下，或者掌控你跟你相关的人吗？这个人本主义，人自以为本，人可以当宇宙天地的主宰人可以当超人吗？其实是不一定的。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一起读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新造的人，各位知道这个英文叫 new creation 一个版本叫 new creation， 意思就是说上帝重新再造这一个原造的世界被罪所破坏以后，成为空虚混沌的光景，上帝让我们成为一个 new creation。
或者有的版本叫 new creature，new creature 就是新造的族类新造的生物一样。因为上帝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把旧事过去，旧就是代表不认识神、犯罪的、被罪所污染、被文化所污染以人为本、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新造的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有上帝的形象，有上帝的使命，有上帝的生命我们可能看过去年就得奥斯卡奖的这一个悲惨世界。这个悲惨世界这位主角叫上强，各位都知道他本来为了救他的侄儿去偷了一个面包，结果就被关了19年的时间。被关了19年，他就成为罪犯。这个罪犯在警长的心目中，一旦成为罪犯，永远就是罪犯但是呢，他因为被一个主教饶恕过了，因此他被极大的爱过、饶恕过。所以他在那个悲惨，在法国大革命之后，那个非常悲惨的、非常混乱的那样的社会里面，他坚持要付出爱他的侄儿，他的孤女，各位晓得这个孤女这个是妈妈嘛，那个孤女是那个女孩子这个孤女。然后呢，革命7年这个励志革命的这个7年，还有一个车轮下被压的老人，他奋不顾身、全力以赴的去救他们。因为他见证基督徒人生观跟使命感呢，就是这世界虽然很痛苦，他不逃避，不叫愤青。各位晓得什么叫愤青吗？愤怒青年愤怒的青年，他不是叫愤怒的青年，他不问为什么，他只问说我当做什么。我们如果要问上帝说为什么这世界有这么多苦难，为什么这世界上有天灾人祸，为什么有那么多无辜的小孩受苦，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一些痛苦的事情？这世界是一个悲惨世界，确实是悲惨世界。但是我们问不出答案，因为约伯记里面就已经讲了，他说你连创造，比如说天上的星星、河马、鳄鱼，你都没有办法了解，你怎么可能了解造物者、创造者呢？受造物我们都不能了解，我们怎么可能了解创造者呢？因此面对这么多苦难的问题，我如果问的话，我是想要用我的理性来问个明白，说个清楚，但是不可能说明白，不可能听清楚。我只能问的是说，在这个悲惨世界当中，你让我活在这世界上，到底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这是我们能够做的，这是我们能够问的。我们问说，这么多悲惨的人，我能够为他们做什么呢？我用我的力量能够做多少呢？我能够做出多少的贡献？能够给一杯水给一个小孩子，就是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能够把衣服给那一个需要穿的人，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有人饿了，我们给他东西吃，我们就是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说他将来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的时候，但是不是问你做多少，而是问你说你看见了，你去做的吗？你看见了以后你做的吗？即使是一杯水，即使是有人赤身露体，你给他衣服穿；有人饥饿了，你给他东西吃有人没有地方住，你让他住的时候，你就是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这是我们一个新的人生观。我们不怨天尤人，我们也不埋怨为什么上帝让这世界有这么多苦难。我们只问上帝说，你让我成为基督徒，你让我拥有一些资源，拥有一些能力，拥有一些时间，拥有一些才干跟机会，你让我得到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到底我能够做什么呢？以斯帖当时从一个平民女子，而且是被掳的犹太女子，居然成为皇后。末底改提醒他说，你不要以为你一个人在王宫里面享受，然后我们同胞在这边受苦，同胞要全部被杀死了，你一个人在王宫里面得到保存。那末底改告诉他说，你得到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同样的，现今有许多机会在我们的面前。我相信各位在中立，我到新营去的时候，我也是看到新营那个地方也有很多的他们主要是初中生跟高中生。那你们在这里有大学生，还有一般的民众，还有各样的人。我们在这里到底我们能够做什么呢？到底我们能做什么呢？我当做什么呢？我们应该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方式。我们让纪律，让属灵的性情的培育，而不是欲求来决定我们的人生，而不是让欲望来决定我们的命运。一般人是 desire， 各位晓得英文里面讲 desire 就是欲望，就是让你的欲望来决定你的
destiny 就是命运。一般来说，一般人是因为他的欲望来决定他的命运。但是对基督徒来说，你的 discipline 就是说我在上帝面前，我知道我是上帝所造的，我是上帝所拣选的，因此我要攻克己身，叫声服我，不要让我的情欲来决定我的命运，而是我该做的、该读的、该学的，我认真的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我愿意受属灵的操练，我愿意在功课上，在圣经上，我愿意在侍奉上好好的操练我自己，让属灵的心性培育来决定我的人生，而不要让欲望来决定我的命运。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说这是我的命，然后要转运。有这两天看电视，哇，看到好多知道说你要转运，意思是说可能你的命运是不好的，你现在来转运，你拜菩萨或者是什么，你就可以转运。但基督教的观念不是如此，基督教观念不相信命运，基督教相信说上帝创造我的时候有旨意有计划，他在我身上有使命感的，因此我认识上帝以后，我就知道我的使命感了。那我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我就要有纪律，对不对？我就要有纪律，我要让我的心性被培育起来，这叫 discipline 啊！我要让我的 discipline 来 determine 就是决定的意思，让我的 discipline 来 determines destiny 啊 ，destiny 就是让我的纪律来决定我的人生。我的人生是上帝所造的，是上帝有计划有旨意，上帝在我生命有呼召的，那我要来完成上帝给我的使命啊！有人用天命啊，基督徒应该用使命这个词，就是要用上帝在我生命中的使命，我们要被神所使用。刚刚我们看诗琴的姊妹弹琴弹得非常的好，那么弹琴弹得很好，不是手放在琴键上就自动就会弹出来的，对不对？这纪律，这个要 discipline 啊！当别人在玩的时候，你还要在那边弹琴啊！别人在看电视的时候，你还要在弹琴也就是说，这需要纪律。那有纪律以后，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有价值、有贡献的人。同样的，我们当中有的人可能在电脑方面你很有天分，或者你很好的训练，那你不要只是让你这电脑天分去打电动游戏，比赛谁能够得到1级、2级、3级被魔兽的什么魔兽世界里面去得分，那些太可惜，浪费你的时间啊！你如果有电脑的天分的话，你想想看，我如果用我的电脑能够来传福音，或者能够去接触那些平常不太看圣经的人，或者你能不能设计一个程序让小孩子来玩圣经游戏，或者是让他来学使徒行传的时候知道保罗从哪里到哪里到哪里，让他觉得很好玩很有趣。你有没有办法要做？我们把创世纪第1天到第6天，你不能想办法用把它表演出来表现出来我有一次我认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他的爸爸叫一个外号叫刘面包，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刘面包？意思说他爸爸是做面包做的很有名的，我不记得好像在彰化还是在一个地方台中在台中一个叫刘面包，那他家生了很多个孩子，他的其中一个姐姐，然后我遇到这个是他家的一个小弟，这个小弟呢，他很有画漫画的天分。他在美国那个迪士尼的那个卡通片里面，他是画过很多的画，而且是很有名的就是迪士尼卡通当中那些有名的画，很多是他画的。那我见到他的时候呢，说他现在正在做一个计划，做什么呢？就是他把圣经故事用漫画来画出来，但是他不是直接比如说约拿就画约拿，他画约拿书里面，不是晓得约拿是不是有一条大鱼吗？把约拿吞到肚子里面去，他不用约拿做主角，他用那条大鱼做主角。他是那条大鱼在海里面游每天吃很多鱼吃很多草有一天突然吞了一个不能消化的东西然后他用那一条大鱼开始来描写约拿的故事他用漫画画出来，那真的漂亮极了，真的是你在迪士尼卡通片里面看到那些景物，他原来因为原先迪士尼卡通片很多是他画的嘛，所以他有那个水准。然后他也示范给我，他说他现在要筹钱呢，把他画的那些东西变成动画，就变成像迪士尼卡通片一样，能够动。鱼只画在纸上没有意思嘛，要真的能够动了，然后把约拿怎么吞进去他用这个来做他的主角。他已经出了好几本比如像有一只女子，不是有一个叫巴兰这个先知吗？
这巴兰先知因为贪爱钱财，所以女子居然开口来跟他说话啊。好，那他就用这些女子做主角来讲那个巴兰的故事啊。像这个弟兄呢，他知道他的天分，对不对？他知道他的天分，而且他有 discipline。他有 discipline 以后，他可以改变很多人的人生哦，可以改变很多人可能的悲惨的命运哦。这是discipline determines destiny Charles Stanley， 台湾礼拜天早上也可以看到他的讲道的节目，像今天早上我就有看到他的讲道节目叫 Charles Stanley， 在美国很有名的一位牧师，他年纪已经相当大了，他讲的内容都很深刻，他不像那个有些讲员哇又哭又笑你要听他讲道，你要正襟危坐，要认真的听因为他讲话慢慢的他也没有很丰富的表情，但他内容都非常的扎实。这就是他在大概2个礼拜以前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讲的 Discipline determines destiny, not desire， 不是你的 desire 来决定你的 destiny。 那这是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有使命感，你是一个新造的人，那我盼望各位有一种新的 discipline， 你的生活要有 discipline， 读圣经要有 discipline， 早上读经祷告聚会要有 discipline， 侍奉要有 discipline， 还有玩电动游戏也要有一定 discipline 就是你要知道你的 discipline 来决定你的 destiny。 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有了信了神以后，我们对圣经对读圣经也应该有新的认识我再让各位看一段短短的影片，今天稍微会长一点点，我盼望各位不要介意但是这些影片可能都是很难得的，也是我最近才得到的各位从这里来看，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怎么重新来认识耶稣来。In Genesis, Jesus Christ is the seed of the woman. In Exodus, he is the Passover lamb. In Leviticus, he is our high priest. In Numbers, he is a pillar of cloud by day and the pillar of fire by night. In Deuteronomy, he is the prophet like unto Moses. In Joshua, he is the captain of our salvation. In Judges, he is our judge and lawgiver. In Ruth, he is our kinsman redeemer. In 1st and 2nd Samuel, he is our trusted prophet. In Kings and Chronicles, he is our reigning king. In Ezra, he is the rebuilder of the broken down walls of human life. In Esther, he is our Mordecai. In Job, he is our ever-living redeemer. In Psalms, he is our shepherd. In Proverbs and Ecclesiastes, he is our wisdom. In Song of Solomon, he is our loving bridegroom. In Isaiah, he is the Prince of Peace. Jeremiah, he is our righteous branch. In Lamentations, he is our weeping prophet. In Ezekiel, he is the wonderful Joseph said. In Daniel, he is the fourth man like fire furnace. In Hosea, he is the faithful husband forever married to the backslider. In Joel, he is the baptizer, Holy Ghost and fire. In Amos, he is our birth bearer. In Obadiah, he is mighty to save. In Jonah, he is our great foreign missionary. In Micah, he is the messenger of the sea. In Daniel, he is the avenger of God's elect. In Habakkuk, he is God's evangelist crying, God, thy works in the midst of the year. In Zephaniah, he is our Savior. In Haggai, he is the restorer of God's lost heritage. In Zechariah, he is God opened up in the house of David for sparing and upselling. In Malachi, he is the son of righteousness, who rises to regain his place. In Matthew, he is the king of the Jews. In Mark, he is the servant. In Luke, he is the son of man, feeling what you feel. In John, he is the son of God. In Acts, he is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In Romans, he is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In 1 Corinthians, he is the rock that follows him. In 2 Corinthians, he is the triumphant one, giving victory. In Galatians, he is your liberty, he sets you free. In Ephesians, he is the head of the church. In Philippians, he is your joy. In Colossians, he is your completeness. In 1 and 2 Thessalonians, he is your hope. In 1 Timothy, he is your faith. In 2 Timothy, he is your stability. In Philemon, he is your benefactor. In Titus, he is truth. In Hebrews, he is your perfection. In James, he is the power behind your faith. In 1 Peter, he is your example. In 2 Peter, he is your purity. In 1 John, he is your life. In 2 John, he is your pattern. In 3 John, he is your motivation. In Jude, he is the foundation of your faith. In Revelation, he is your coming king. He is the first and the last,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He is the keeper of creation, the creator of all. He is the architect of the universe, the manager of all time. He always was, he always is, he always will be. Unmoved, unchanged, undefeated, and never undone. He was bruised and brought healing. He was pierced and he pain. He was persecuted and brought freedom. He was dead and brought life. He is with and brings power. He reigns and brings peace. With your touch and understanding, armies can't defeat us, schools can't explain them, and the leaders can't ignore us. Air couldn't kill us, medicines couldn't confuse us, people couldn't hold us, Nero couldn't crush us, Hitler couldn't silence us, no one can replace us, and over us, can't explain them away. He is life, love, longevity, and more. He is goodness, kindness, gentleness, and God. He is holy, righteous, mighty, powerful, spirit, his ways are right, his word is middle, his will is unchanging, and his mind is all peace. He is my He is my Savior. He is my God. He is my strength. He is my joy. He is my comfort. He is my Lord. He rules my life. 这是一个11岁的男孩子啊，他在一个退休会的时候啊，他讲这一段的信息。那这是从整本圣经里面来看耶稣，也就是我们认识上帝以后，我们以前看耶稣只是一个伟大的人或者是一个教主，但是我们现在从整本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如何来启示我们耶稣基督。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每天读圣经，为什么我们来听讲道？为什么我们来参加查经，来参加团契的聚会？就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我们从前听过耶稣，风闻有他，我们现在能够真知道他。那这是我们一生要成长的过程，让我们因为认识耶稣基督有新的对信仰的认识。有一本书叫做《天国奥秘的揭晓》，这是在解释登山宝训，就马太福音5到第7章的登山宝训。那在这一本书里面有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作为我们的结束。来，主一住进了我们里面，一股力量便在我们里面发动，一切都要变成新的。他重整我们的脑细胞，使我们可以思想他的心意。他医治释放我们的记忆，重新校正价值观和人生目标，变化我们的自我形象。他一直要把我们塑造成他的形象，才会满足。重新创造的神迹开始了，永远不会停止。我们里面的旧人被改造成了新人，这就是悔改归主和成圣的内在变化。我们在基督里成了新造的人。让我们来讲让我们都一起来思想，我已经成为新造的人吗？一个新造的人有新的人生观、使命感、新的信仰的透视。我已经成为新造的人吗？若是我们当中还有慕道的朋友，我盼望你能够成为新造的人，认识这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罗马书11章36节所讲的，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那我们归于他以后，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新的人生观、新的使命感、新的信仰的透视。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有1-2分钟安静的时间，我们从今天所看到的创世纪第1章，在这里讲到神的创造，让我们看到上帝如何使光暗分开，如何使混沌成为充满的情况。就上帝也在我们的心中来做这分辨和充满的工作。求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感谢你的创造是何等的奇妙。这是天父的世界，我们活在这世界当中，遍地充满了你的慈爱和恩典，但是我们看到遍地也充满了罪恶和痛苦。求你让我们这些被你所造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既然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有新生命的样式，有新的人生观、新的价值观、新的使命感。让我们做父母亲的不再和以前一样，让我们做学生的不再和以前一样，
主让我们做在社会上工作的人也不再和以前一样。主让我们所思所想，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是一个新造的人。主你也保守我们，让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在这里参与侍奉，所以让我们也是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侍奉，让我们的时间，让我们金钱的使用不再一样。主求你引导我们，主让我们真是活出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活出新生命的样式。若是我们当中还有慕道朋友，主若是我们有人还生活在空虚或者混沌的光景中，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来就近这光，让你来光照我们。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心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从自以为意的光景中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让你来拯救我们，让你来怜悯我们，求你来救赎我们。我们交托仰望给你，求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新的恩典，新的能力，新的盼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谢谢。